洗袁世凯是为了淡化孙中山的贡献，淡化中华民国的意义。革命党打完武昌之后，袁世凯又出兵去攻打武昌。我的妈呀！李军到底公安小，革命军大本营就设在武昌，但如果他打了武昌，那就没辙了。当时他打下了江北之后，就隔江对峙，但是始终没有怎样积极进攻。他到底是哪里看的啊？而且袁世凯也怕，如果他今天真的渡了江，他的补给过不去了。那长江那么大条，为了捧袁世凯，需要捧成这个样子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来聊袁世凯。一般大众当然对袁世凯的观念一定非常负面，他还是战国贼、篡国贼。那事实上这辈子他一辈子做错一件事情，就是称帝，他就是中国的华盛顿。所以第一个袁世凯当时在整个民间的声望并不高，因为袁世凯他就是个旧官僚出身嘛。他虽然在朝堂被斗争啊，有些人是同情他没有错，但大体来说呢，他基本上被人家认为是慈禧忠诚的走狗，所以他的民间声望并不高。华盛顿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华盛顿的声望非常的高。华盛顿声望的高，并不是因为他当了2任总统卸任之后他不做了而高，而是他本来就很高。那高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华盛顿这个人非常善待军事，而且呢，他也把很多捐资啊也给捐了出来。还有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啊、人品确实是洁身自好。袁世凯称得上是洁身自好吗？但他有机会选择当中国的华盛顿，但他选择当拿破仑。拿破仑是带领整个法国走向胜利啊！虽然拿破仑到处去打人家也不对，但是呢，拿破仑至少能打胜仗啊。袁世凯干嘛？袁世凯带领中国打胜仗吗？袁世凯被日本21条压迫的头都抬不起来啦。袁世凯带领中国打什么？打内战。拿破仑是打外战，谁跟你打内战？当然，他当时有压制波旁王朝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但凡洗袁世凯都是为了淡化孙中山的贡献，是要淡化中华民国的意义。辛亥革命我们再讲个题外话，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是因为盛宣怀。这个人就盛宣怀哦，他呢帮李鸿章做了蛮多事情的。他本身是个商人、实业家，也是个官员哦。在清末有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叫官商哦。其实这个官商不在清末就出现，但是在清末他真的是发挥比较重要的。在清末以前呢，这个官商呢，他主要捐资啊、当官啊，其实比较多是一种什么？简直是买一个头衔呐，可以傍身用。说中国2大商人，一个叫胡雪岩，一个叫盛宣怀嘛。红顶商人胡雪岩，第一官商就是盛宣怀。胡雪岩也是一个清末很知名的代表啊，他也是一种官商，不过他跟盛宣怀比较不一样哦。盛宣怀他的家庭啊，他的爸爸就已经是官员了，所以他其实是官宦世家啊。那胡雪岩呢是偏红底商人，也就是说利用他的跟官场的身份哦，来经营他的这个生意啊。这边花了长时间讲这个盛宣怀哦。这边四川开始爆发了很多大小规模不一的示威游行，这叫四川保路运动啊。也就是说，在四川的本来很多的这个铁路是被洋人所买下来的。那当时四川的士绅认为说啊，这个铁路如果被洋人所买下来，因为四川本身交通比较不方便嘛，所以很多人他们当时士绅就集资把这个铁路呢给赎回来哦，变成了这个私有来贯穿这个交通哦。结果呢，清末当时的政府没钱了，又再次把这个铁路给国有化。这一下啊，真的就把整个四川的士绅给惹毛了，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叛变，所以就把湖北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那这个湖北变成什么？空防空虚。所以呢，这革命前夕，其实这个四川保路运动啊，它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如果没有这个保路运动的话呢，你说革命当时要成功，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容易。在武汉嘛然后这长江是四川，所以他调了进去之后呢，这里反而啊，这个在隔壁的湖北反而整个空虚，武汉没人守啊，留下来都是弱的啊。革命成功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个小小的武昌，凭什么影响到全中国是袁世凯？关键了哦，这里就在乱讲。武昌起义又称武昌首义，因为啊，当年度大大小小的起义啊爆发个遍哦。那年度叫什么？叫辛亥年。当时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传到全国各地啊，一起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你想，四川就在乱了，然后又发生了这个武昌起义，各路人马大家都在搞起义啊。所以呢，其实武昌起义只是酝酿跟爆发起来，因为尤其是广州的这个起义啊，到了191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黄花岗起义啊太惨烈了，所以导致呢
这大家呢非常高度的关注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这么多年轻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同一时间，清廷所谓的皇族内阁也发展到了极致，最贪污的庆亲王奕匡啊为首做总理大臣啊，13名阁员当中有8名满族，只有4名汉族，而且呢还占据的不是什么重要地位，这就是当时的皇族内阁这个为首者就是什么？就是庆亲王奕匡其实当时北洋三杰里面徐世昌是有机会来做这个主阁的，大家也认为说如果徐世昌主阁，那立宪派相对来说就比较能接受。结果呢，满清谁不选了最贪污的奕匡来担任这个皇族内阁。那为什么由奕匡来担任？因为奕匡虽贪，但是他在满族里面已经算是相对能镇住场子的人了。但你再一搞全部人就爆炸了。所以这个从四川保路运动开始闹而且呢，你知道吗？保路运动其实是各省皆有所谓的响应然后接着就武昌起义就爆发。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后面呢陆陆续续各省相继宣布就是独立建立各种军政府广州、吉林，他们这个是当时什么？这是当时辛亥革命的军事的部署济南、北京也有，武昌、南京、成都、昆明、沈阳，其实各地都多少都有一些爆发。武昌起义之后的全国革命包括哪里呢？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直隶就是今天的河北、云南、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几乎各地，河南，包括连奉天都出现这样的一个起义的状况黑龙江也有，只是后来被战术镇压下去。甘肃、青海，连新疆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革命，这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超大型的一个起义状况。所以当年度这么多的起义才被叫做什么？辛亥革命。即便袁世凯曾打下来，袁世凯也没有办法再次扑灭各地的革命，因为革命已经形成气候了，只是顶多中国变成分裂状态。其实吕捷这一派的人，他们非常喜欢放大袁世凯的功绩却忽略了当时整个大时代环境的背景，非常腐败的皇族内阁，非常不满的立宪派，比如陈炯明等人其实都已经是同盟会员，他们已经等待时机了。还有非常惨烈却他们的起义的故事已经打动人心，虽然从容就义，但是打动人心什么？比如说黄花岗72烈士之一，还有一个非常不稳的社会环境，整个四川、湖南这等地都非常的不稳，因为在闹保路运动。廖天丁总理被管监5年嘛，这个就是在贬低当时整个革命的背景，所以就灭了吧，就灭了，结果就没有灭掉，所以就调军队下来。因为光湖北的总督就跑了，直接跑路。我跟你讲，有些地方的总督徐福还被干掉了，还直接被干掉。四川最严重，军队叫不动，军队没有叫不动，第一时间其实是有叫，但是一般的部队拿革命没皮条第一时间什么叫应昌督师南下，北洋第一军、陆军第4镇、第2镇，还有第2军陆军第20镇开往湖北镇压武昌起义。他是调动了，但是呢，这些人受到袁世凯的影响而且加上应昌本人的威望并不够，所以呢，部队上并没有很尽心尽力同一时间，这就是关键，在北洋军往南调动的时候，湖南、山西、陕西、江西各省宣告独立这才让清廷吓得不行因为再拖下去，各省独立的状况只会越闹越凶，所以绝对不是什么廖天丁冲进县政府，因为清朝当时太不得人心了嘛，才会造成这个状况。而北洋军系为什么在做壁上观？还有一个问题嘛，你对待一手带我们的袁世凯，他哪里有过？只是因为被你当时的摄政王载沣给猜忌，你就把他给冰冻起来，而且还一度要杀他。那你想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样？当然会觉得哇，那我要出工出力吗？所以他是这个问题吕捷其实他在做历史评断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那些军队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带出来的。
并不是袁世凯带出来就叫不动。为什么当时徐世昌还有机会当第一任总理大臣？因为袁世凯被冰了，大家就认为说，那袁世凯被冰没关系，你至少让徐世昌当吧，因为徐世昌是北洋三杰之首嘛。结果徐世昌没有成功，所以大家才开始质疑啊！我的天哪，权力你要，效命是我们，所以才会导致北洋的内部对于清政府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嘛。王一掌权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罢免袁世凯。为什么罢免袁世凯？其实除了个人恩怨之外，就是因为袁世凯的权势太大。载沣呢，他作为辅政的摄政王，他的资历不够，太年轻了。当时慈禧是这样，慈禧在光绪的最后期的时候，知道他也自己快不行了，所以给了非常多的满族勋贵们去训练，尤其是载沣他们三兄弟。就是光绪的3个弟弟希望他们能够把是在慈禧走了之后的一个半边天，当时是这个样子，但是能够成功吗？好，再来呢，中国要改革。好，大清帝国，我们不能讲中国，因为中国是后来的概念。这里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的天哪，吕杰为什么老是犯这种最基本的错误啊？宅之中国，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国一词最早的发现来源，体现了中国概念的雏形和政治理想。宅之中国出自西周的国宝级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洛邑，宣称于其宅之中国，治之益民。所以是中国啊，居天下之中啊。那国是当时臣的意思，但是中国这个名词呢就出现了。清朝跟他签条约怎么签？用中国去签呢？尼布楚条约将自北流入黑龙江措尔及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齐河为界，沿此河口之大兴安岭至海，凡领洋流入黑龙江之河道悉属中国，其因河道悉属俄罗斯。这个是原文，你看有没有？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它是用 Chin 吗？这是拉丁文啊，各位。那为什么 Sina？ 那是中国的意思，这个 Sini 就是在拉丁文里面中国的意思，好吗？革命党这些杂牌军是打不赢袁世凯的正规军的啦。主要是装备没有像北洋军袁世凯的这嫡系部队来得好，因为这边是最早编练的，所以呢，袁世凯的北洋主力固然是真的很强啊，可是革命党的主要骨干是哪里来的？是各省的新军啊。什么是新军？按照北洋新军所编列的各省新式部队叫做新军。你仔细想，文学社跟共进会是牺牲什么样的队友？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的当下，2个军官对轰，以为对方是革命党？对，2个都是革命党，还打死了1个人。只是他不是由小站练出来的北洋新军，他一样是新制陆军，他一样是正规军。为什么要把躲在床底下的黎元洪拖出来？因为黎元洪是有军衔的人呐。新军里面怎么办？找个军官大一点才可以镇住大家。军人什么阶级生物嘛，找个大学长赶快来镇场子，所以才去把黎元洪给拖出来啊。黎元洪就怎么是我？黎元洪是被迫当上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所以袁世凯打武昌，革命党就跑掉了。跑掉之后，袁世凯带兵撤出武昌。当时袁世凯为什么要撤出武昌？很大的原因是什么？补给跟不上，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啊，革命党人喜欢搞背后渗透。袁世凯最终为什么答应南北议和？因为袁世凯整队，我讲过了嘛，整队的卫队连同他的侍卫长跟他多年侍卫长，整队全部被炸死。革命党觉得有机可乘，出兵攻打武昌。革命党打完武昌之后，袁世凯又出兵去攻打武昌。因为袁世凯发现渡江之后，他没有办法退回去啊，而且呢，革命党一直在袭扰他的什么送粮的粮道，你船在河中间不会被炸吗？你以为革命党吃素的吗？革命党就一直在袭扰这个，因为革命党是怎样？革命党跟正规军最大不一样是，革命党它虽然有正面部队，它主要搞什么？搞游击、搞渗透、搞暗杀，这是革命党的特色是什么？真透过思想的渲染，这是革命党厉害的。革命党去找袁世凯谈，小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总统就给你打。这一段空窗期，孙文回来。其实空窗期不是出现在袁世凯回北京这个，而是出现在什么？就是在11月到12月这段时间。所以就任当时的所谓的临时大总统。好，这里吕杰的说法呢，经常性的会为了要贬低孙中山，所以呢，他会理所当然的说，你看孙中山就这样回来，他就是只会很会募款。你要想哦，在11月的时候，
袁世凯来担任所谓内阁总理大臣。那个时候黎元洪他们都已经跟袁世凯达成一定的协议，认为说如果民国得以正式成立的话，公推由袁世凯来担任所谓的大总统，临时大总统。为什么？因为当时孙中山还没回来嘛。那为什么孙中山一回来，包含呼声也很高的黄兴，就马上大家就公推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就这么简单啊！因为孙中山的声望是之高啊，无人可敌啊！好，非常大总统那个非常大不是 very big 啊，非常大总统不是这个时候啦，非常大总统是1921年到1923年第二次护马期间担任的。要干嘛？因为当时在广州有非常国会。所以大家呢，因为北洋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所以有相当多的国会议员不以为意，所以大家就南下了。南下之后呢，这个搞了几次之后，后来呢，就在1921到23年的时候，推举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简称非常时期的大总统，就不是正常状态的。因为1920年的时候，陈炯明拿到兵权，把原本盘踞在广州的旧桂系跟滇系军阀，就唐继尧啊、陆荣廷这些给赶走了。所以在21年的时候，孙中山在广州就成立了非常国会。为什么非常国会？因为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北洋政府不能代表全中国，所以南下支持孙中山另立中央嘛。那孙文当时也很开心嘛，搞革命搞了几十年啊，终于轮到我了嘛。这个完全在污蔑孙中山。孙中山最初根本不认为自己需要回到中国来特别来担任这个临时大总统的。当时是国内不断拍电报给孙中山，要他赶快回来，尤其黄兴特别主张。这事情后来闹了一个历史公案啊，就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选举的时候，按照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在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副总统的时候，黄兴在选临时大总统时意外获得了1票，孙文获得剩下所有的票数，所以孙文的当选票数比临时副总统黎元洪还少了1票，而那一票就投给了黄兴。那到底谁投了不知道。而后来黄兴在孙文的任命之下，就当上了中华民国首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也就是中华民国第1任的最高军阶。那为什么需要孙文回来呢？你想哦，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里面声望最高的是黄兴，担任领导人的是黎元洪。可是问题是，整个革命谁的声望最高啊？谁的声望最高？来，大家刷一下聊天室。所以大家才赶快希望孙中山快回来嘛。因为只有孙中山能够镇得住场子。其实这个从后来怎么看？从后来孙中山过世的时候，中华民国当时啊都还没统一，你知道吗？国民党当时甚至都没有在南京执政。可是南京当时的市政府，而且北洋政府出钱哦，帮忙修了中山陵啊。是后来国民政府北伐之后呢，又把这个中山陵整个接收下来。这人怎么整天造谣啊？所以最后叫什么？叫做党葬嘛。当时人怎么欢迎孙中山的？总理精神不死，全部列队欢迎。这个从后面你去看，我意思是说很多事情，所以李杰他这个就很糟糕，他这个表情我真的不能接受。为了捧袁世凯，需要捧成这个样子吗？因为他们现在的理论很简单，他们理论就是因为袁世凯很能打。其实袁世凯打到了汉口就没渡江，他虽然有几次尝试性的要去打武汉，但是并没有成功嘛。我是这种无眼。北洋军主要渡河在哪里？来，你看几个哦，一个是冯国璋，冯国璋是北洋三杰之一嘛，黄兴督战失败，所以真正输掉是什么？主要是汉口跟汉阳，这个是在长江北岸。来看地图，这个是武汉。这个是汉江，这个是长江。武汉是由3个城市组成的，这里是武昌，这里是汉口，这里是汉阳。然后当时他打下了江北之后，就隔江对峙，但是始终没有怎样积极进攻，未下令渡江取武昌。结果刚才我就记得他们是有去尝试，但是没有这样打来打去哦。结果刚才你看吕杰怎么讲，他说他打过去又撤回来，打过去又撤回来，他到底是哪里看的啊？而且袁世凯也怕，如果他今天真的渡了江，他的补给过不去啊。那长江那么大条，你以为革命党吃素的啊？你以为你拿下江北就没有革命党人潜伏在里面吗？那革命党最会炸了，好不好？
一样啊，观看过5万，点赞过5000，马上更新下一期，我把它吐槽完，太夸张了、现在是几分钟？现在是讲到8分25秒，讲不下，因为讲每一段就要查很多资料，就吐槽它。而且我老实讲，因为我们虽然对资料很熟悉，但是这个很细节的，你在录播，你有没有直播？这不是叫你叫背资料，对不对？天哪！